顶级杀手只是带着2个女儿去逛商场，结果却惊恐地发现，刚刚还在骑自行车的小女儿竟在一瞬间凭空消失不见了。起初，老雷认为可能是商场面积太大，孩子迷路了，于是急忙赶到服务台向工作人员求助。在通过全频道广播反复播报寻人信息后，工作人员二话不说，立马带着老雷一起来到了小孩子们经常贪玩藏身的试衣间。可即便他们翻遍了每一个角落，却依然没有找到小女儿的任何踪迹。没办法，老雷只得请工作人员领着他们去监控室调取录像。这一查才发现，小女儿竟然被一个戴着棒球帽的人贩子给诱拐了。怒火中烧的老雷连续拍摄了好几张嫌疑人的照片，紧接着立刻给自己的铁哥们加斯去了个电话，要求对方动用一切关系，在全城范围内搜寻这个拐卖孩子的畜生。而老雷清楚自己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不能被大女儿察觉，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把孩子送到了前妻工作的公司里，然后直接油门踩到底，开往了老板弗雷迪位于郊外的豪宅。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弗雷迪的女婿曾在酒吧里对老雷进行过威胁，如今自己的小女儿下落不明，老雷难免对此人心生疑虑。他毫不迟疑，直接把还没来得及洗漱的弗雷迪拉上，全程超速狂飙到了女婿所住的公寓楼下。由于担心老雷会失去理智做出过激行为，弗雷迪便特意抢先走在了前头。可没想到刚踏进门，当初曾威胁过老雷的那个女婿，在看见满脸煞气且手握猎枪的老雷之后，瞬间便垮下脸认怂，开始道歉。但老雷压根不想听这些废话，他只想搞清楚自己的女儿此刻究竟在哪里。可即便枪口已经抵到了对方的脑袋上，女婿仍然一脸茫然地表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看到这种反应，老雷也意识到这家伙并没有卷入此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公子探影的电影频道。我们继续中间人先生第4期。无奈老雷只好再次回到街道，开始毫无头绪的四处搜寻。幸运的是，此时好兄弟加斯成功挖掘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他通过在酒馆内与自己做走私生意的大佬交谈得知，一个名叫皮吉的吸毒者在购买毒品的过程中，曾被毒贩问及是否需要一些小玩具。大佬判断这个所谓的玩具很可能指的就是那些被拐卖的孩子。加斯毫不犹豫，立刻赶到皮吉的住处。看到加斯腰间别着的手枪，皮吉只能把一切和盘托出。他说戴帽子的那个男人家里有个地下室，有一回他跟帽子男做交易的时候，发现里面一个隐蔽房间中关押着许多小孩。帽子男还询问他要不要买一个回家玩。加斯连夜逼迫皮吉带他前往，而开门的果然正是那个戴帽子的男人。加斯谎称自己是来购买枪支的，看到是熟人引荐，帽子男也并未起疑，当场就领着他来到地下室。加斯忽然看到一扇上了锁的房门。What do you got down here? Kitchen sinks. 加斯断定孩子就被囚禁在里面。Get on the ground. What? Get on the fucking ground. What's your problem? Pidgey, tie him up. Get over there. Move it. Get the fuck over there. Where's the key to the door with the lock on? 无奈之下，帽子男只能乖乖交出钥匙。加斯让皮吉把这家伙五花大绑看住他们，自己则单独进入密室搜寻孩子。可密室里空无一物，只有一个锁着的铁皮柜。加斯打开之后，发现里面还藏着一个暗室。等他撬开盖板，一扇房门立刻就浮现在眼前。没想到这里的空间竟如此隐蔽。加斯推开门一看，孩子果然就在里面。Maddie? You Maddie? Yeah. You know who I am? Your Uncle Ray sent me. He asked me to take you home to your mum, okay? You want to go home? Yeah? Okay, come on, let's go, come on. 幸好小女儿并未受伤，加斯先是把她安置到车里，让她在车里等自己片刻，自己则满腔怒火地返回房间，威逼3名人贩子进入关押孩子的密室。 Listen, just so you know, we didn't do anything to him, man. We just sell him. 等处理完这一切，加斯开车把孩子送还到母亲身边，紧接着又给老雷发了条短信，告知他人贩子的具体位置。老雷如同杀神降临一般，手持一把铁锹，迅速赶到囚禁人贩子的那间密室。他推开房门，立刻就朝着人贩子冲了过去。至于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必不用多说，屏幕前的各位也都清楚。而仅仅只是片刻功夫，老雷就浑身番茄酱地走了出来。面对人贩子，老雷没有任何的心慈手软，更何况他们拐走的还是一名顶级杀手的孩子。Look yonder.